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刚满18岁的葛丽叶，每天一睁眼，等着她的就是永远都做不完的家务。不仅如此，葛丽叶还要面对十分苛刻的女主人。还好一起做工的胖大婶时刻关照着葛丽叶。晚餐时间，隔壁餐厅传来女主人的咆哮声。女主人对着她的丈夫抱怨，为什么新作品画了半年还没完成。大婶告诉葛丽叶，别看主人维米尔是一个出名的画家，其实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拮据，很多时候都需要变卖首饰，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日常开销。隔天，葛丽叶细心地打扫着维米尔的画室，一幅维米尔即将问世的肖像映入她的眼帘。葛丽叶虽然不懂艺术，但是她却被这幅作品深深迷住。这时维米尔的丈母娘突然进来，她警告葛丽叶，让她千万不能碰女婿的任何东西。半夜，女主人即将临盆，胖大婶一边干活一边嘀咕，她不解的是，女主人都生了6个孩子了，为什么还在继续生？不久，维米尔又拥有了一个儿子。当维米尔沉浸在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之中时，她的丈母娘却显得忧心忡忡。她递给葛丽叶一封信件，让葛丽叶马上给商人莱斯送去。家里多了一口人，日后便多了更多的开销。他们长期依赖莱斯，收购女婿的作品。葛丽叶如约将邀请函送到莱斯的手上。莱斯一边调侃着维米尔，一边对着葛丽叶说着轻浮的话语。回到家的葛丽叶和胖大婶开始忙开，因为晚上的聚会都是些喜欢艺术的达官贵人或者势力非凡的商人们。为了将作品卖出更好的价钱，他们必须要认真对待这次晚宴。随着送食材的人一个一个进来，又一个一个去领取费用后，维米尔丈母娘的盒子也逐渐空了起来。最后牛肉店老板的儿子送来的牛肉也只能赊账了。牛肉店老板的儿子打趣着葛丽叶，他是看在葛丽叶的面子上才将牛肉赊给他们。晚上，客人们陆续到来，客厅一片欢乐声。眼见气氛恰到好处时，维米尔的丈母娘直奔了主题。她隆重介绍了女婿花了6个月潜心创作的作品，精美绝伦的画作果然赢得了一片掌声。可莱斯显然不是特别满意，一旁的维米尔显得一脸无所谓。可当听到莱斯说他准备和另一位著名画家合作时，维米尔丈母娘非常的惆怅。第二天，当葛丽叶正在画室打扫时，维米尔却在门后静静地站立了许久。维米尔主人让葛丽叶按照他的要求摆好姿势，这一幕原来给维米尔带来了创作的灵感。就在下午，老妇人就告诉葛丽叶，她的女婿好像要做新画了，但是这一次女婿对画作内容非常保密。他让葛丽叶更加细致地打扫好画室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葛丽叶成为了维米尔的模特，他们彼此都很默契。为了提高葛丽叶对艺术的欣赏，维米尔还花重金买来一个投影仪鼻祖。在维米尔的操作下，他们沉浸在艺术的光影之中。黑暗下，葛丽叶砰砰跳动的心脏仿佛快要溢出来。白天，当葛丽叶做着家务之时，她为餐具折射出来的光圈充满好奇。就在维米尔探头呼喊葛丽叶去画室时，这一幕刚好被维米尔的大女儿发现。大女儿若有所思，她在葛丽叶辛苦洗好的被子上抹满了泥土。葛丽叶并没有惯着她，于是上前就给了她一巴掌。在维米尔的熏陶下，葛丽叶展现出极高的艺术天分，她甚至会提出很多技术上的建议。维米尔把葛丽叶带到他的秘密基地，这里存放着很多珍贵的颜料，葛丽叶因此也大开眼界。维米尔教她如何研制色料，搭配色彩。一晃冬天来临，女主人写了购物清单，让葛丽叶去商店赊账。当葛丽叶穿过走廊，迎面走来的维米尔也让她带一份颜料回来，但是他并不想让他的妻子知道。随后维米尔突然关心着葛丽叶，他把手搭在葛丽叶衣着单薄的肩上，刚好这一幕被维米尔大女儿看见。隔天，维米尔试探性的提议，他希望葛丽叶从地下室搬到阁楼，这样能更方便打扫他的画室。女主人一开始是拒绝的，但是维米尔久违地夸奖着妻子，妻子被这突如其来的靠近感动，便答应了丈夫的要求。当晚，葛丽叶如愿住到温暖的阁楼上，可主人的大女儿对葛丽叶更加的不满。葛丽叶看着维米尔和女主人温馨的画面，心中感慨万千，于是她答应了牛肉店老板儿子的约会。一天，葛丽叶突然发现画中场景里的椅子显得非常的突兀，于是她私自挪动了椅子。几天后，当葛丽叶掀开画作之时，惊喜地发现
原来画中的椅子也消失了，原来他的见解得到了维米尔的认可。这无声的默契让他们心灵更加的靠近。往后的合作中，他们之间似乎多了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。可格里也不知道的是，一场莫名的诬陷差点让他失去了这份工作。丈母娘和女主人气势汹汹来告状，家里一个贵重的梳子不翼而飞。女主人更是直接说，家里自从格里叶到来后，一切都乌烟瘴气。这一次，维米尔不再懦弱，他直奔大女儿的房间，翻箱倒柜细致地寻找木梳。果然，在大女儿的枕头下，他找到了失踪的木梳。可女主人仍然要辞退格里叶，没想到她的母亲却在为格里叶说话。维米尔的丈母娘知道自己的女儿并不懂艺术，但是格里叶能帮助女婿做出更好的画作，有了更好的作品，才能变卖出更好的价格。一天，商人莱斯到维米尔家做客，醉酒后的莱斯提出无理的要求，他希望格里叶能到他家做他的女佣，如果维米尔能答应，莱斯会持续购买他的作品。隔天，维米尔要女佣服侍富商的传闻传遍了大街小巷，牛肉店的儿子也警告着格里叶，他说格里叶只是一个下人，让他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。格里叶回到家，刚好撞见正要出门的富商，他调侃格里叶，你的主人对你真够上心。为了格里叶不落入莱斯的手里，维米尔拒绝了莱斯物质的引诱。晚餐时间，维米尔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摆放餐具的格里叶身上，女主人也看出了端倪，她要求丈夫为她佩戴好项链，而坐回位置上的维米尔目光并没有转移。原来维米尔发现了格里叶面部轮廓的明暗被白色的头巾遮挡，他要求格里叶换掉头巾，用一块蓝色的布条替换。当格里叶秀发散落的一瞬间，他们的目光紧紧系在了一起。很久很久，维米尔才从梦境中醒来。换好头饰的维米尔又发现格里叶的面部略显单调，直到他看见自己的妻子戴着散发出柔光的珍珠耳环时，他突然找到灵感。维米尔决定为格里叶亲自打一个耳洞，虽然疼痛，格里叶却非常的配合。在深色背景的衬托下，一个无与伦比的画面呈现了出来。他们也无法想象，这个画面将会成为仅次于蒙娜丽莎的微笑，闻名世界的名作。但是秘密终将会公开。当女主人发现丈夫画了别的女人后，情绪失控到想毁掉这幅花了1年才完成的作品。维米尔及时制止了她。女主人随之向格里叶咆哮着，她要求格里叶立即滚出她的家门。收拾好行李后，格里叶隔着门和维米尔道别。格里叶不得不选择回到他那个贫穷的家。富商看着这幅作品，很久很久无法抽离情绪。几年后，胖大神找到格里叶，他转交了一份维米尔送给他的礼物。格里叶一层一层地打开着它，那副象征着高贵的珍珠耳环出现在他眼前。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17世纪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创作完成的一幅油画，它是维米尔最著名的画作。这幅画作一直以来是各种文学和电影的主题，被荷兰评论家戈斯耶德誉为北方的蒙娜丽莎。